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将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的心中；如果大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雨天走红毯，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我从来没有雨天走过。印象中这个戛纳红毯都是这个阳光明媚，然后今天这个走一次阴雨天，我觉得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刚一下车觉得好帅啊！今天这个造型有什么小心思在吗？就是我今天这一身是经典套装，也没有很复杂的一些设计，但是经典才是王道。还有就是一个胸针，紫色的胸针。马上要走红毯了，会不会再写一下，比如说经典一跳之类的？经典一跳，看看有没有人喊。因为上一次那个戛纳电视剧节的时候，是因为有很多摄影师让我跳，一直喊 jump， 然后我就 jump OK， 然后我就跳了。好。Hello， 小玉。哎呀呵。好，那刚刚于是走完了红毯，现在天气也放晴了。对，来说说刚刚走完红毯什么感觉？刚才走红毯，感觉挺好的。感觉这个两边的这个媒体朋友都特别热情。第一次走的这个戛纳电影节的红毯，还是，感觉这个心里很澎湃，肯定会是我人生中特别宝贵的一个回忆吧。对。因为你之前也走过电视节的红毯，就这个戛纳电视节跟电影节红毯走上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因为电视剧节它主要是以这个全世界各地剧集为主嘛，戛纳电影节肯定毋庸置疑是这个电影人或者说跟电影相关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受关注且最有含金量的平台之一。所以能够在今天走戛纳电影节的红毯，肯定是心里是，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吧。也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说，自己带着作品，来到这个戛纳国际电影节。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虽然我们走的红毯的这个地点其实都是同一个，都是电影宫，唯一的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电视剧节的这个红毯的颜色是粉毯，对，然后这一次是红毯。电影节的红毯会感觉很庄严、很庄重，然后这个电视剧节呢，它这种粉红色会更加清新，然后更有活力一些，就是它是两种感觉，走上去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所以上一次这个做那个他们说这个戛纳跳嘛，就这个其实也不是我说我一下很兴奋啊，就是因为在这个电视剧节它好像是有这么类似这么一个传统，因为现场的摄影师会 cue 你，就是说这个啊让你 jump 让你跳。当时我觉得哇挺好的，毕竟也是这个。作为中国的青年演员嘛，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么一个平台，让全世界的这个观众能看见中国演员积极向上、阳光活泼的一面。就刚刚说到这个带着作品来戛纳，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还是说近几年就想着有这个计划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说非要是规定一个时间，就会有点功利性。但是我觉得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目标或者追求吧，只要是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这儿。我觉得不管是演员还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属性，我觉得只要我还在这个行业里，保有热情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终归有一天会来到这里。话说你是第二次来戛纳吗？对，第二次，对。那有时间在街上走一走吗？之前？其实去年有这个工作结束之后，有在街上溜达，然后在路边的餐厅喝咖啡，然后吃海鲜。中间白天的时候也是工作的间隙，这个去红毯现场的时候有逛一逛旁边的这些店呀之类的。对，这一次现在也算是逛吧，现在也算是逛了。对，今天正好跟着我们这个交流的机会，可以好好的在这个戛纳逛一逛。是的。等下我们就会去这个海边。好的，行。哎，这个天呀，
大屏的应援。话说正好看见这，对对对，应援大屏。哇塞，就是感觉啊，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的。所以这个也是鼓励我，在将来的日子里能够拍更多好的作品，然后塑造更多好的角色，然后能够回馈给观众吧，能有更多的角色出现在每一次应援的这种屏幕上。我觉得这是作为演员的一种开心的点啊。我觉得一切要以作品和角色出发。那我们今天也是借着这个工作的机会来到了戛纳，我们觉得非常美的一个海边了。我上一次还真没来过这边，是那个另外码头那边的海边。其实你之前来戛纳之前，大家发现是个极限行程啊，可能每天都是很多工作，然后这刚落地就开始工作了。是的。所以这么极限的行程，你自己这个身体吃得消吗？大家都很关心。其实，肯定会觉得累的，这是一定的。毕竟我不是机器人，但是工作嘛，哪有舒服的？我觉得干任何工作都不容易，因为经常会，这个各种黑白颠倒啊，拍夜戏的时候，包括一些跨国的这种工作，确实是比较密集，有的时候确实会累。但是要学会怎么在这个，工作之中去尽量给自己补充能量，忙里偷闲吧。这都忙里都很难偷闲，但是长期不能这样，这样对皮肤不好。对。那你这个工作还经常需要早起啊？那你会赖床吗？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可以特别快起床，尤其是拍戏去片场的时候，比如说早晨5点半出门，我可能就是起床的时候是5点15，我起来刷个牙，然后就随便抹塞一把脸，反正前一天妆也都卸了，我直接就出门了。对，我就很快就是弹射起来那种。对。我们这现在正好走到了这条大坝的尽头啊，这个风景真的特别好。是的。看到这个大海，有没有想比如说唱首歌啊，或者喊一喊话什么的？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将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的心中；如果大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这片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5000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看见大海，每一次就想到北岛老师的这段话。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然后你之前好像有提过一个100日塑形计划，现在这个塑形计划进展如何？其实一直在塑着呢，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改变各种的，有段时间就是相对比较肿，就前段时间，这一次飞到戛纳稍微有点，那段时间天天拍夜戏，然后就是作息一紊乱之后，身体的状态啊就不太好。通过这个可以跟这个网友们说一下，就是如果不到迫不得已，像我们这种天天要拍夜戏、黑白颠倒的话，尽量不要熬夜，因为这个是非常对身体伤害很大。对。看你在这音乐节上，粉丝的挑衅你啊，说脱掉。这是不脱了吗？但是当时确实比较热。对，比较热。说你是一本正经的说了勾引人的话。没有，因为他们一直喊脱嘛，我这脱，反正我里面有衣服也无所谓，我又不是光膀子，对。最近也是杀青了一个新戏嘛，4度，这个能谈谈吗？拍的辛苦吗？肯定过程是不容易的，我们是真的是在尽量的用艺术的方式去还原我们的先烈，然后包括这个真的很伟大的一群人，真的是就是没有他们，可能就没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那你现在就是比如说接个戏，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的戏可能是坚持票房，有的戏可能是坚持像戛纳这样的电影节。你在选的时候会有倾向性吗？我觉得没有，对我来说，我一切的选择的标准都是以故事、剧本、角色出发，因为这个东西，你最后的结果谁也无法预判。就是我觉得作为演员，
肯定还是不要有太多的这种杂念，就是去预判结果会怎么样，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谁也无法掌控。我们唯一能确定的，那就是你对于这个剧本里的内容的判断和你对于塑造这个角色的信心，这个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其实我的阿勒泰也是一个例子，我的阿勒泰的剧本就是很打动我。电影还有文艺电影，比如说艺术片，我们可以去参加个电影节，但是在这个影视剧的这个范畴里，我的阿勒泰这种类型的项目，在那个时候前年吧，是真的是不是主流的，就是一种情怀。我说这部戏我不知道最后会播成什么样，它到底有没有热度，我能不能通过这个戏被大家熟知，能不能火啊？其实有很多人会考虑很多这样的因素，我说这些我不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的是，这部戏拍出来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片子。我说这个是我敢肯定的。哪怕没有人看，但是我相信它的质量会好的。我当时就这样说的，我说我确定我要去，哪怕我当时去，我也并没有想过，之后的结果会是有现在这么的好，只是从作品出发。对，你作为一个当时上升期的演员，然后敢于做出这个决定，首先很有胆量，其次也很有眼光。不，我当时并不是上升期的，我当时其实我的很多作品都没有上映。我试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依据，能够让他们很直接的选择我。我当时也是这个，不是跟滕松导演说了吗？他最开始也不试我戏，他就跟我见了一面，然后制片人，然后各个片方的人也都在。然后我说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一个社交平台的账号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他们就大概了解了我说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才有了后面继续接触这个去试戏。然后试戏成功之后，就是所谓的这个犹豫是在于什么？我后面有这个马上要即将上映的2部电影嘛，《长空之王》和这个封神第1部，当时是，这是第1部剧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会不会有些冒险？但是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所想的就是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哪怕我没有被大家熟知，我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被大家认可的表演者。但是结果挺好的。对，你忠于内心，然后选择了自己想走的路，也爆了。我觉得真正很开心的一点是什么？这样一个类型的曾经不被大家看好的类型的项目爆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并不关乎于我参与了这部作品，因为我觉得真正良好的一个影视的市场一定是要百花齐放的。我们都是影视创作者嘛，就说如何用年轻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嘛。以中国我们这片土地这个文化下的可以创作的题材和故事太多了。我们当下的生活又这么美好，其实是有特别多的这个故事类型可以去拍的，而且甚至是可以打破原来的那种这个舒适圈的那个范畴，去拍一些新鲜的、有意思的。而且现在的观众，我相信大家是愿意拥抱新鲜的事物，愿意去接受新颖的题材的。其实我觉得可以大胆的去迈出那一步。就自从你分享了当导演的计划之后啊，其实有多次讲具体要拍什么嘛，然后讲了这么多次，大家都担心啊，你这还不拍的话，都被别人拍了。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启动你的想法？我是觉得就是我讲的肯定，我不可能把真正这个所有的细节讲出来，我只是在讲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说通过这个片子能够开始思考一些事情。我们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跟自己对话？对，其实我最后讲的是一种跟自己和解的结局，就是我觉得人生很重要的一刻就是跟自己和解，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很多的痛苦的根源是来源于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是希望这个片子到结尾的时候会有一种发问的感觉，我的结尾是我希望是那种戛然而止。对，希望能早日看到这个导演身份的于适。我不会主动说，既然大家问了，那对吧，大大方方就说出来，而且我有这个自信。当然有很多人他不了解我，或者通过一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去定义我，可能你们想错了，可不妨去了解一下我，真的去看一看我的在网络上真实的一些消息，你们可能就会了解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对，就像之前我说我其实是一个唱作音乐人，大家可能也一脸懵，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来了，已经做专辑了，包括很多编曲已经编好了，因为前几天的这个音乐节，其实我9首歌里，其实只有1首是我没有
参与创作的，其他的8首歌都是我参与了创作，然后其中6首是完全是我，自己的词曲，然后编曲，甚至制作人的，我也是其中的制作人。我非常自信的是，我肯定是专业的，只是我一直没有做这件事儿。所以导演这个事情呢，就是我先说这是我的一个目标吧，我不敢说太过，就是希望大家能敬请期待。不管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到底是短片的形式还是长片的形式，因为这个目前是我在考虑的事情。因为其实这个故事大纲我其实已经早写完了，我已经更新了好几版了，包括里面的所有的角色我都已经写好了。我也有和一些我的演员朋友聊过，其实大家也很感兴趣。真的要拍的话，我是以一个演员的身份想要去做导演的，我肯定是这个很关心演员的心理状态的。我希望每一个角色，不管是大角色还是小角色，都能是过瘾的，对于演员来说是有创作欲望的角色，就是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就是我自己都想演，因为演员是需要一个在一部作品里的空间的。既然提到了这个音乐节最近这个音乐节首秀，自己体验如何？我觉得挺过瘾的，而且一次实验嘛，就是因为这一次音乐节也挺，因为当时我很多这个音乐人的朋友，包括在现场的一些朋友，就是都说我，他说你这第一次一下干了9首，因为我40分钟几乎都没有歇过，我也没有跟下面人哈拉哈拉，就是咱来了就是以一个音乐人身份唱就完了，然后。而且这个场子也挺大，3万人。他说你这个第一次干这个音乐节，规格就直接到顶了。他说，这个那你之后应该没问题了，因为我也是这样想，很多事情都要从第一步开始。我决定来这个活特别急，就坦白说，我这6首歌，我的后面的乐队，因为我几乎是 band song， 真的乐队在做，只铺了一点点这 program， 就是一点点的，就是这个配乐在后面，就有几首歌是纯乐队在做。然而我们这个乐队真正在北京合练只有1次，在音乐节现场合练1次，只有这么2次的机会。然后加上编曲，就把这几首歌从我原本有弹电吉他的、钢琴的，然后这个木吉他的这种纯小样的 demo。到做出来，我们就是在这个音乐节现场的那个最终版，一共只花了5天的时间。不光是6首歌，其实严格上8首歌，有1首歌那个《将进酒》，其实它是属于这个朗诵嘛，加上吉他，是没有任何的编曲的，就我直接现场就来了。其他8首歌我们用了5天的时间给做出来的，就是这个是一个急活，然后加上这一次这个。音乐节的规格其实包括人数特别多，算是给我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但是我觉得完成的第一次的首秀，算是很好了已经。那之后会多去吗？会的，一定会的，因为我很享受舞台。不管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说将来有机会这个在舞台上演舞台剧，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因为在舞台的感觉和在镜头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最开始其实表演训练主要也是以舞台剧的这个方式去练的，因为当时我们拿不到封神的剧本，我们所排练的所有的这个戏剧都是这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包括死无葬身之地，很多，我们所有排练的这些戏都是舞台剧、话剧。包括我本身也是喜欢音乐，很喜欢上舞台。最开始对表演产生特别浓烈兴趣，也是因为当时排练了这些舞台剧，让我觉得表演在舞台上的真过瘾，就是很爽。你只要一上台了，进入到这个角色之后，感觉这个舞台这个地盘就是我的了，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尽兴过瘾的。我觉得音乐剧最适合你。但是音乐剧的其实他们的技术的要求坦白说很高。你比如说阿云嘎老师，就是我们也是好朋友，他们是真的是技术很好，就是有一类的写歌的音乐人，是我们更关注的是情感派，就是感情要到位。因为我每次写歌灵感来了特别快写出来之后，我都会给我身边各种各样的朋友，我所有人先印证一遍这首歌能不能打动你。其实这次音乐节唱的那9首就是完全的原创的歌曲，我也一直有看网上一些反馈，其实算是各种类型，抒情的、民谣的、这个摇滚的，其实各个类型也都有了。我是特意选的，大概把我这个曲库里一些相对好做一点能做出来的各个类型都算是给选出来试一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库存，没有唱，也有很多我也觉得也很棒，但是真的是时间太赶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之后的工作的这个计划里
音乐是很重这个要。演唱会有在路上了吗？我觉得演唱会要很负责，我一定会不管是从编曲啊，还是这个舞美各个方面要完全我确定特别过关，我才会做。我其实更希望的是先最开始从音乐节出发，因为是这样的。哇哦！刚才看到这个直升机，我就突然想到了阿汤哥的电影嘛，他也有一个就像《蛟龙行动》一样的潜水的片段。然后很多人就说啊，还蛮期待你能复刻他的这个精彩的表演。对，你要做演员有一点好，就是你可以把你很多的爱好，就是他真的不光是单纯的成为你的一个爱好，很有可能在你将来的某一个作品里就用得上，甚至是给角色加分的。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掌握一个技能，可能是这个角色没有的，又符合这个角色的属性，那么如果真能用你的真才实学啊，咱不玩虚的，就你真的得特掌握这个东西，然后用在了这个影片中，用在这个角色里，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像潜水这种，终归会用得上的，对。是的。哎，那既然提到《蛟龙行动》，它好像还要就是重新剪辑上映嘛？像你作为演员会去关心吗？当然会的，也有问过，就是确实是有这个重新剪辑，而且这个当时补了一些配音。我当时在贵州剧组拍戏的时候，蛟龙的剧组特意飞到贵州，又重新补了一些新的配音，对。然后说实话，这个春节档你的2部电影都是你其实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但可能最后在票房上或许它没有那么好。是的。你作为演员会觉得特别的就是难过吗？还是说？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尽心尽力的塑造好了姬发和韩潇这2个角色，我觉得这就够了。当然，每一个演员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最后能有个好的结果。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塑造好角色，我觉得就够了。对。我们今天在这个戛纳非常美的艳阳下也 city walk 了一下，然后等下也会去一个晚宴，也期待你今天在晚宴上的一些表现啦。这个晚宴就是因为今天是中国电影之夜嘛，会有很多的这个来自中国的电影人，电影的同行，然后还有很多前辈，能够大家一起汇聚在戛纳，然后进行交流啊，然后同时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肯定是非常开心，也很期待，对。